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带着纳兰嫣然成功闯关蜀朝音波阵后，萧炎在天山雪潭之底成功晋升一星斗宗。离开雪潭，萧炎从金石口中得知自己已经修炼了2个多月，纳兰嫣然、凤青儿他们早已离开。思索一阵后，萧炎主动提出是时候解决金石体内的天山火毒了。金石见萧炎是个信守承诺之人，又知晓其潜力巨大，因此决定小小的投资一下，表示只要萧炎帮他彻底驱除火毒，噬金蜀族将会视萧炎为一辈子的朋友。要知道，噬金蜀族虽比不上那些远古家族，但在魔兽界之中也是有着百晓生的名头。闻言，萧炎心思一动，迟疑了一下后，还是问了那个问题。金石一听是问古族的，当下皮子就绷紧了。这小子该不会跟古族有仇吧？萧炎解释说没有任何矛盾，只是单纯的想长长见识后，金石才放心下来，慢慢同萧炎说起了古族。萧炎从金石那里得知了不少古族的消息，还得知了关于斗帝血脉的事儿。传说只要有人达到斗帝，其血脉将会有所改变，与之血脉相关的后人都会受益，其中一些好运者还能够由血脉之中继承到一些斗帝的能力。为了很好的保持血脉纯正，拥有远古斗帝血脉的种族非常排外，即便与寻常人类结合，那也必须是其中出类拔萃的。身在古界的古族就是一支拥有斗帝血脉的种族。意识到为什么薰儿说至少要达到斗宗实力方才能够去寻他后，萧炎更加坚定了尽快提升实力的决心。着手将金石体内的火毒去除了大半后，萧炎炼化了一部分体内的魔毒斑，巩固了一下现在的境界，之后才出发去了四方阁大会的举办地风雷阁的总部风雷东阁。雷山之上，改变了容貌的萧炎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4大尊者。终于见到了风尊者，萧炎很是激动，他打算先苟住，之后再找机会悄悄联系到风尊者，商议拯救药老之事。可惜事与愿违，一位故人的出现打乱了萧炎的计划。林燕不知何时来到了中州，还参加了四方阁大会。要知道，这个大会的比赛是十分残酷的大混战，不管参赛者有多少人，只留8个，除去四方阁的4位弟子，就只剩4个名额。林燕的实力仅为4星斗皇，可以说是参赛者之中垫底的存在。可林燕凭借着不输3000雷动的诡异身法，一直未曾被淘汰出去。萧炎看着好友灵活的身法，感到欣慰的同时又有些好笑，因为林燕的身法实在太难看了，活像一只在左摇右摆的鸭子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场中只剩11人了，且大多都是7星乃至8星的强者。林燕这一枝独秀，吸引了好几道不怀好意的目光。一8星斗皇的红衣男子更是直接冲林燕来了。此人很是狡猾，逗弄着林燕进入了王晨的攻击圈。林燕的脚步刚刚踏入那个圈子，王晨的攻击就到了。林燕果断叫停认输，可王晨却没打算停下来。黑色皮链如毒蛇一般重击在林燕的肩膀处，林燕顿时鲜血狂喷，倒飞出去几10米。王晨这样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场外的嘘骂，可王晨充耳不闻，仍不肯善罢甘休，手握一漆黑匕首，径直刺向了林燕的胸膛。林燕现在已经毫无闪避的能力，正准备闭目等死之时，萧炎一记膝掌救下了他。你这家伙没事来这种地方掺和什么？萧炎无奈道。林燕听着这熟悉的声音，又看了看眼前陌生的脸，有些懵逼，呆愣了好一会儿后才反应过来来人是谁。瞧着林燕那激动的脸色，萧炎笑了笑，摆了摆手，示意这里并非谈话之地。刚才那突然的变故已经吸引了全场的目光，风雷阁的强者守卫顿时就将2人围了起来，怒声道：来者何人？为何干扰大会进行？抬头瞥了一眼那10几名风雷阁强者，萧炎压着声音道：大会规矩，凡是认输之后，则是不能再继续对其出杀手。但先前此人却是无视规则，诸位不去找他，为何还来问我？听得萧炎此话，那10几位风雷阁的强者也是一愣。王晨可是黄泉阁的人，那黄泉尊者还在席位上坐着呢，那背景是能用普通人的待遇来衡量的吗？见守卫们被怼得没说话，王晨不屑的道：不过是个靠运气的废物而已，杀就杀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他妈的！一把拉住炸毛弹起的林燕，萧炎不紧不慢地怼道：黄泉阁的人看来也就这般素质，
你能留到现在，不过也就是靠着黄泉阁的名头而已，没什么值得嚣张的。闻言，王晨脸色瞬间狰狞，正准备教训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八星斗皇，黄泉尊者突然开口，语气森然的道：黄泉阁如何，还轮不到你这个小辈来评论。萧炎是没想到小辈之间的矛盾，他一尊者居然也会插话，皱了皱眉后还是拱手不卑不亢的表示，是非对错想必其余三尊心中都很清楚。黄泉尊者自知理亏，但他不想听于自己不利的话，立马让雷尊者解决掉此事，不要耽搁了大会的进程。雷尊者点了点椅背，偏头笑着问风尊者与剑尊者，此事到底怎么处置的好？这事儿本就是王晨理亏，雷尊者不想得罪黄泉尊者，又怕处事不公对名声不利，因此想要拖另外2位下水。不等风尊者与剑尊者说些什么，黄泉尊者再次插嘴，表示要往重的处罚，不过念在初犯，就将那冲撞了大会的萧炎雷杖50逐下雷山吧。知晓其用心险恶，风尊者再也忍不住出声讽刺，错可不在他，这般胡乱惩罚是想让雷尊者顶个不公的名头了。黄泉尊者的脸色瞬间变得不好看了，没想到剑尊者此时也出声踩了他一脚，黄泉尊者的脸瞬间黑如锅底。可萧炎当众损他们黄泉阁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于是他抢在雷尊者开口之前道，既然你认为王晨只是靠我黄泉阁的名头才坚持到最后，那么本尊便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与他交手一次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可以带着你的朋友安然离开，如何？场中之人都知晓，王晨可是有同斗宗一战的实力，而萧炎看起来不过才8星斗皇，没想到堂堂尊者竟这般不要脸，全场一片哗然。别理这老不死的，我们走。林燕拉住萧炎就欲出场，王晨却是出声道，若是不敢应战，那就给家师磕3个响头，此事就此作罢，否则谁也别想走。话都说到这里了，再忍让就不是萧炎的性格了，那就战吧。林燕见萧炎如此义气，狠狠地一咬牙道，这家伙若是敢伤了萧炎，老子拼了一条命也不会让他好过。场中王晨正放着狠话，萧炎却是鸟都不鸟他，直接在掌心凝出一柄神似大刀的碧绿色能量长尺。王晨气坏了，身形一闪，就将匕首刺向萧炎的脖子与后心2处要害。比速度，萧炎怎么可能输？大尺挡在身后，就轻易抵御住了这攻击。不过如此。偏过头，萧炎淡淡的道。闻言，自觉受辱的王晨体内斗气一阵暴涌，直接将实力提升至准斗宗，即斗皇巅峰以上，斗宗以下。王晨施展了一种高阶斗技噬骨元臂舞，只见其速度提升数倍，手中2柄匕首化为无数道黑芒，朝着萧炎攻去。王晨以为此次定能一击必杀，可结果又被萧炎的6合游身尺挡下。又是10几招后，王晨越战越心惊，萧炎却是越战气势越强，直至无限接近王晨。席位上的黄泉尊者见状笑不出来了，风尊者与剑尊者相视一笑，在旁幸灾乐祸。萧炎开始反击了，6合游身尺，6合火，将体内斗气压缩至尺顶。一朵颜色偏青褐色的诡异火焰缓缓出现，虽然看上去只一吹便能消散，却是在尺锋挥出之时，生生地撕裂了一道空间裂缝。一尺挥出，没有半分声响，场中识货之人的心里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。这家伙竟是斗宗强者！林燕也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萧炎的背影。加玛帝国分别之时，萧炎不过才斗王巅峰的实力，这才几年啊！自己能达到4星斗皇，还是偶然得了前辈传承，才会突飞猛进许多，当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场中，王晨自那寂静无声的1尺中感受到了危险，想到失败回去后将会面临的惩罚，一个疯狂的决定自王晨心底冒出，他不能败，绝不能败！黄泉血诀，手印飞速变换，王晨体表细小血管瞬间爆开，无数漆黑能量自其体内暴涌，同时王晨的气息也如同坐火箭般飙升，达到顶点时，王晨使出了他的最强一击黄泉腐尸臂。伴随着王晨右臂整条变得漆黑，一股浓郁的尸臭也随之传来。黑臂击出，前方空间也是直接被崩裂开一条裂缝，轻飘飘的齿影同黑色手臂相撞的那一刻，萧炎暗戳戳地弹了一股琉璃莲心火出去。下一刻，荧幕广场之上，
大腿粗壮的裂缝宛如蜘蛛网般急速扩散，不多时便占据了将近一半的广场。随后一个巨大的银幕血龙卷形成，不过片刻就见一道身影自其中倒飞了出去，正是被众人看好的王晨。众人见镶嵌在银幕之内爬都爬不出来的王晨，惊呆了。王晨不是不想起，而是他一催动斗气，体内就会有一股碧绿火焰疯狂破坏。黄泉尊者见王晨吐血不止，愤怒地站起身来，连连道：萧炎是个好小子。无视黄泉尊者竭力压制的森冷杀意与暴怒，萧炎微笑抱拳道：在下已经完成约定，告辞。语毕，萧炎转身欲走，然而艰难爬起的王晨却是一语道破了他的真实身份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视频呢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，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